圣僧啊，救救我女儿！快救救我女儿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有话慢慢说嘛。救救我女儿啊！坐，走。刚才给客人倒茶。好，倒茶。施主，那妖精是什么来历？用什么手段？说来听听，我徒弟也好去拿她。是啊，说说。老儿不幸啊，只有3个女儿。大女儿、二女儿都从小许配给了本庄之人，只有小的叫翠兰，本来想招个女婿撑门抵户，做活当差。3年前呐，有一个汉子，他说是福陵山上的人，姓朱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姐妹，说是愿给我家做个女婿。我呢，见他人老实，我就答应了。刚一进门的时候啊，还挺勤劳的。他耕田耙地也不用牛锯，他收割庄稼呢，他也不用镰刀。你看，真有劲儿啊！比吃的还多呢。是啊，他吃多少馒头啊？哎，可奇怪的是，他只是晚上干活，白天睡觉。那妖怪害怕白天干活被人认出来，可能是这样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只是有时候他会变嘴脸呐。变嘴脸啊？是怎么个变法啊？这刚来的时候啊，他虽然是个胖汉子，但是那个模样倒也长得精致。到后来他就变得一个长嘴大耳朵，这一副呆样子。身子倒是一个人形，可是这长相那简直就是个猪头啊！是这个样子吗？那他还是这个样子？还是这个样子？悟空，休得胡闹！施主，他虽然也是妖怪，但已经皈依了佛门，不再是妖怪了。他使些神通，是让施主相信他有降妖之法。2位施主不必害怕，请坐。吓死我了！老头，不用害怕，接着说啊！真是吓死我了！对了，他的饭量大得惊人呐！一顿能吃3、5斗米呀！早晨吃了110个烧饼啊，他这才吃了个半饱啊！他一个人种了全家的地，自然吃得多了。吃饭呢倒是小事，我们就是怕他呀，云来雾去，飞沙走石，吓得我们全家和全村的人呐，都不得安生。对把我们家小女翠兰关在后宅院里面，半年不让我们见面，我们都不知道她是死还是活呀。是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到处求法师来降妖啊！我们想把这门亲事退了算了。你也真是的，找了个神仙做女婿，这是多大的造化呀！降他干什么？留着自个儿解闷儿啊！我们可不要解这闷儿啊！把别人苦难当好戏看，没半点慈悲之心吗？悟空，我们去找那高小姐问一问，听听她的意思。如果她是真心喜欢那妖怪，那么我们也不必棒打鸳鸯。但要是被逼无奈，你再降她也不迟啊。谢谢。2位长老，这边请。来，这边请。请。老爷夫人。长老，你没有兵器，如何降妖啊？是兵器，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厉害吧？哎呦，神器！
神器呀！高僧，少说废话，还不拿出钥匙把门打开？用钥匙？要用钥匙，我们还请你干什么呀？哦，这老头儿心眼儿还挺多，想考考俺是吧？老爷，门开了。哎呀，这个妖精比里边那个妖精厉害啊！喂，谁是妖精？长老，长老厉害！请。翠兰，翠兰呀！受苦了！娘，翠兰，爹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多亏了这2位高人呐！对，关系的。他们是来帮我们降妖的。对呀，来，请坐。坐。大师，请坐。想死娘了，娘。孩子，你们等会儿再亲热。我来问你，那妖怪往哪儿去了？最近他可能是知道父亲要降他，所以每日天明就走，3更才回，云云雾雾的，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儿。高翠兰，那妖怪对你如何呀？除了每日把我关在屋子里，不让我与父母见面之外，其他的倒是对我百依百顺。我再问你，他对你可真是疼疼爱爱？你父亲若让你跟他退婚，你舍不舍得呀？其实以前他老是变来变去的，我心里的确害怕。现在时间长了，也习惯了，只是终日把我关在屋中，行动不得自主，日日寂寥。加上又见不得父母双亲，我饮食无味，终日惶恐。可是他一回来之后，他又极会讨我欢喜，所以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没有两全的。师傅，高老头儿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哥舍不得女婿了。不敢这么说，他是妖，不是人。长老，你说呢？人若无情便是妖，妖若有情便是神了。可俗话说呀，人鬼殊途，难道人妖就相称吗？好吧，便说是神，人和神也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是好下场的故事。那牛郎和织女还不是折腾的天各一方吗？高夫人所言极是。依贫僧所见，高家人毕竟不是一世独立而居，不可能不为他人眼光。如今招了个妖怪女婿，弄得亲友畏惧，不肯相亲，视为异类，惨遭孤立。这种滋味，若是你悟空不知，还有谁人知道呢？师傅，我就是因为在天庭上饱受了欺负，所以才不想让那妖怪也受什么欺负嘛。正是，当年若不是你强自出头，不就变成了天上神仙了吗？师傅，您不要在这唠唠叨叨的了，有什么事您就说，您唠唠叨叨的，比念着紧箍咒还让我老孙头疼呢。依我所见，你不妨看看那妖到底是善是恶。如果是恶，就除了他；如果是善，我们便坐下来好好商量对策，如何？我看长老的意见也很好，只是恳请孙长老手下留情，别伤着他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你会心疼的。怎么又多了一个翠兰呢？多一个。该死的妖怪还不快来，等得俺老孙心都烦了。哎呀，
娘子，来了。娘子，娘子，我来了。娘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来，哎呀，让我给你揉揉身子啊，娘子。哎呦，来，你给，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哎呦，相公，你怎么下去了呀？娘子，咱不闹了，行吗？啊，你是我老猪，我千里迢迢来了，你就好好疼疼我啊！亲个小嘴嘴。哎呦，把我老猪的鼻子给撞塌了，你流鼻血了！哎呦，我的娘子，咱别闹了。你看我千里迢迢来了，来，让我老猪好好的疼疼你，来，哎呦，你想摔死我呀你！哎呀，都是你把我一关就关在这里半年，我浑身上下都难受，我难受死了我！好，咱不难受，来，我给你揉揉腿啊！哎呀，相公，你对农家实在太好了，可是只怕我无福消受，我马上就要去见阎王爷了。娘子，你干嘛说这丧气话呀？你我说的是真的。有一天我睡觉醒来，发现脚上长了个大脓包，里面的脓血怎么也挤不出来。我想吸，可是又吸不到。疼！娘子别担心，那我帮你吸出来。娘子别怕，他爆了，老猪给你吹吹啊，不疼啊。哎呦呵，哎呀，跟你做夫妻真是命苦。你看怎么能说命苦呢？哼，我老猪自从到你们高家后，我是吃了些茶饭，那却也不曾白食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家那几十晌地，那还不是我老猪一个人耕种的？你们高家得省了多少故宫的工钱呢？那是你这么想，我父母才不这么想呢。想我们二人是夫妻，你就是他们的女婿。既然做了女婿，那我们连你叫什么姓什么，你住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。你说这样实在是有辱了我们高家的门风。谁有辱你们高家的门风了？翠兰啊，我是长得有些丑陋，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夫妻了，你不是已经天天看习惯了吗？不嫌弃我老猪了吗？哎，对了，下回人家要问你我姓甚名谁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，我是以相貌为姓，我姓朱，官名叫朱刚烈，就跟他们这么说。我听我爹说，找了一个法力高强的法师要拿住你，你该如何是好啊？你放心，我老朱有天罡术的变化，有9齿钉耙，什么道士、法师、和尚，他们都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就是你爹把9天荡魔祖师把他请下界来，我也不怕。我和他认识，他不敢伤害我。那如果我爹请了个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来拿你呢？
弼马温，娘子，咱们这夫妻做不得了，我先避避风头，完了我再回来看你啊。走了。站住！看看我是谁。齐天大圣。既然你认得爷爷，还不快点束手就擒？今天挺好啊。妖怪，跑不了。老猪不陪你玩了。蠢猪，打跑！你是哪里来的妖怪？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？如实招来，不然我饶不了你狗命！哼，我本来也是天上的神仙，我是管理天河10万水兵的天蓬元帅，因为犯了天条被贬下凡间，谁知道偏偏我又错投了猪胎，所以变成这个模样。哦，原来你是天蓬元帅下界，难怪你知道我老孙的名头啊！你这嚣张的弼马温，当年闯下了大祸，连累我等受苦，今天又欺负到我老猪的头上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你这头蠢猪倒是傻得挺可爱的。好，那就让你爷爷今天陪你玩玩。可爱？那你猪爷爷今天就好好的爱你几把，来吧！呀！我踩死你！呆子，来呀！我的。哎呦！喂，你别闹，行不行？我呸！我闹！
嘿嘿嘿嘿。天儿不错啊，天儿是不错啊。干什么呀？谁呀？累不累啊？歇会儿，喝点水。不可，不可。来，继续。弼马温的弼马温，难道你真想赶尽杀绝呀你？要不想留你个活口，帮你夫妻调和调和，我早让你了账了。跪下，磕头。来了，谁？天儿不错啊。嘿，蠢猪。有点小聪明，骗了我老孙一遭。也罢，回去先吃杯茶，再捉你也不迟。这个孙长老啊，去了整整1天啊！哎呀，他是被妖降了，还是他降了妖啊？老爷，你放心，这孙长老本领大得很，肯定会把那个妖精给捉回来的。是吧？哎，是啊，如果为了我们高家害了性命，高家岂不是对不住孙长老吗？施主不必担忧，我徒弟当年曾经把10万天兵天将打得丢盔卸甲，如今这小小的妖怪还伤不了他性命。爹，娘，你们看，师傅。师傅，孙长老，没事，那妖捉住了吧？没伤他性命吧？没有，我跟那妖怪打了1天，他逃进洞里，死活都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孙长老啊，你虽然把他赶跑了，但等你们走了，他又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呀，那妖怪跟我说，他可不是白吃你们家的，这些年的家资他也都攒下来了。他还说，他可是天上的神仙下界帮你们家干活的。喂，老头，依我看，这可是门当户对呀，你就让他当你女婿怎么了啊？孙长老啊，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可他毕竟是个妖怪呀。妖怪，长得丑就是妖怪啊！啊，那如来佛祖、观世音菩萨哪个不是云里来雾里去的？你敢说他们都是妖怪？不是，那些个坐大堂的，一个个人模人样的，长得都跟美男子一样，他们都是人吗？哼，个个贪赃枉法，坑害老百姓的钱。你说他们是人还是妖呢？圣僧啊，你说说话吧。你看这个妖是该收还是不该收啊？对啊，悟空，就说说你的看法。但凡两方发生冲突，双方难免会有讹误啊。对，师傅，我不是想让小姐伤心。这俗话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就算那猪头女婿对小姐再好，可他一听说我老孙要收他，就呲溜一下跑回洞里，再也不出来了，还说这回事也不提了。哎，小姐，这个男人靠不住啊。贫僧也曾深思，这妖怪既然变成人形前来招婿，为何不练其妖形，好好过日子，偏偏纵任本性来去？只怕他心中还另有打算呢。
师傅说的对啊，师傅，我再去降那妖怪。死肥猪，滚出来，不然我砸烂你的门！死肥猪，快出来与俺老孙打斗！你快点出来，死肥猪！快点出来，死肥猪！出来跟我老孙打斗！快点出来，出来！欺人太甚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你这头猪啊，不是蠢就是笨。明知道俺老孙找到了你的老巢，还不赶快逃？还敢在这睡大觉？弼马温，你欺人太甚了你！我与高家的事儿与你何干？你几次三番的找上门来。好，我老朱也不是吃泔水长大的，任你宰割。听起来还有点本事，来搂搂我瞧瞧。好，有种你站着别动，那就吃老朱一耙。等，就你这刨菜的破耙子，还敢打我啊？破耙子，好，那就在你猴头上爬9个窟窿，种上点麦子，来年好填猪皮，招耙吧你！呀！你这头臭猪，不光蠢跟笨，你的记性还不好啊！我老孙当年500年前大闹天宫时，被天兵天将刀劈剑刺、雷打火烧也没怎么样啊，被那太上老君烧了我749天，练就了火眼金睛、铜头铁臂。哼，你个破耙子，能把我怎么样？要不然再猪两耙试试？你臭猴子！从你闹天宫之后，被佛祖压在五行山下，你不在那儿待着，你怎么偏偏你跑到这儿来？你欺负我老朱啊！那是因为我被一个和尚救出来了，拜他当了师傅，保他西天取经。前2天路过高老庄借宿，被那高老头请来降你这个憨货。取经人，取经人在哪里？劳烦你给引荐引荐。你要见他干什么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本是受观音菩萨点化的，受了他的戒，说让我在此等候取经人，跟那取经人一起往西拜佛求经，将功折罪，求得正果。谁知道这一等啊，等了好几年了，他都没消息呀。怎么你是等候取经人的？哪那么多废话呀！既然你与那取经人做了徒弟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还仗势欺人，你打到我老朱的门上来了。你这个憨货，是不是又想出诡计骗俺老孙啊？哎呀，我耙子都给扔了，我如何骗你啊？你要是真的，便对天发誓，我就带你去。嗨，这起誓就起誓。阿弥陀佛，我老朱在此发誓，我是真心实意的，绝无瞎话。如果说了瞎话，还让我犯了天条，劈尸万段。这够毒，这是够毒的吧？你说这观音菩萨怎么给师傅找徒弟也不挑挑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干什么？跟我见师傅去！起来，跟我见师傅去！老爷夫人，老爷夫人，老爷，孙长老啊，
把那个妖精给抓回来了。你轻点儿！丈人，丈母娘，小婿有礼了。娘子，你出来呀！你出来看一眼，你相公回来了。娘子。娘子，你别难过，娘子，他们不是来捉我的，他们是我等的取经人，娘子。别难过，娘子，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！哎，呆子，你往哪儿跑？还不拜见师傅？师傅，弟子失迎了。早知道是师傅住在我丈人家里，要知道是您老人家，那我早就徒弟我早就来拜见师傅了，哪会生出这许多波折呀？悟空，你如何想到他来拜我？呆子，还不快跟师傅诉诉招来？师傅容禀。我原本是天宿正神，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帅。只要月亮从东边升起，跨过银河落向西边，我就要跟太阴娘娘嫦娥碰头。这一年当中，只有很少数的日子不见面。天蓬元帅，辛苦了。哪里的话，驻守天河那是本帅的天职啊。想我一年当中只有那么几日是不必昼伏夜出的，可以在大白天里出来散荡散荡，而你每天夜里都要出勤，真是太辛苦了。我习惯了。其实嫦娥姐姐才不容易，在那广寒宫里头，每个月只得一夜成圆，可以整晚见光，其他日子总是昏黑的时候多，住起来多清冷啊！那也是我自己选择要住的地方，要过的日子。我们总是在交会的时候打个招呼，闲话几句，他就折回月宫西去了。你这呆子，难不成这样你就心满意足了吗？嗨，俗话说日久生情啊。哎，在平时我清醒的时候能够把持得很好，可是谁都不知道我的心事啊。哦，偏偏我受邀蟠桃会，这多喝了几杯嘛。嗨，这就叫酒后乱性。哎。天蓬元帅，辛苦了。嫦娥姐姐，我看今晚你就别走了啊！天蓬元帅有何要事吗？我问你，嫦娥姐姐，你住在那广寒宫里，不寂寞吗？不需要有个人来陪吗？我宫娥那么多，还养着一只玉兔，怎么会寂寞呢？那可不一样，她们都是些女流之辈，
他们能够给你些什么安慰呀？天蓬元帅感情是喝多了，你快到天河洗把脸吧，我回去了。嫦娥姐姐，你别走，我已经爱慕你很久很久了。你喝多了？我没喝多。嫦娥姐姐，你一定要听我把话跟你说清楚。我每晚跟你见面，却只能跟你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客套话，我真的痛苦极了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，忘掉后羿那个臭男人，请你接受我天蓬元帅的一片痴情吧。嫦娥姐姐。天蓬元帅，你我每夜见面，只是为了公务交接打个招呼。想不到你有这些不正经的心思。趁着眼下没有外人知道，我也不张扬，告辞了。不要，嫦娥姐姐！天蓬元帅，太阴星君所言，你有何辩解啊？陛下，微臣只是一时酒后乱性，请陛下开恩呐。俗语说酒后吐真言，你是借酒壮胆，其实淫心早起，是也不是？陛下，微臣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贪杯了，请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呐！陛下，天蓬元帅显然是不耐寂寞，移动凡心。无论陛下要如何处断于他，但请莫再叫他掌管天河。嫦娥不愿再与他相见。陛下，请陛下开恩呐！来人呐！在。将天蓬元帅拉出去打2000大板，贬下凡间为人。天蓬元帅，下去吧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等一等。天蓬元帅，你也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你既已动凡心一念，在天庭上是无法久瞒的。趁着还没有铸下万劫不复的错事，早到人间历劫，经历凡尘的百般辛苦磨练，就不会再妄思淫欲，方能早日成道正果。嫦娥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辈。好，我就听你的，早早下凡历劫，早早再回天庭，我们再续前缘。难道你到现在都没有悔意？反正我都要贬为凡人了，再坏也不过如此，还不如让我先亲一下。色心不灭。我就仰着身子，跌下了凡尘，谁知道啊，没人清路，又错投了猪胎，现在你们看看，成了这副猪的模样。不过，我经过修炼，又成了精，又受到菩萨点化，在此专候取经之人。阿弥陀佛，多蒙菩萨圣恩呐！你既从我善果，要做我徒弟，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吧。是师傅，那个菩萨他老人家给我受戒的时候，已经给我起好法名了啊，叫朱武能。
哦，悟能，好，你师兄叫悟空，你叫悟能，正好。是，还有，我受了菩萨戒行，已经断了5荤3宴了。在我丈人家，我一直吃素，未曾沾荤。既是断了5荤3宴，为师就再与你起个别名，叫八戒，如何？多谢师傅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师傅。师傅，这可真是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啊！好事是这世上又多了一个和尚，坏事是又拆了一对恩爱的夫妻呀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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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跟师傅去取经了，我很快回来，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。相公，俗话说得好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你若此番修成正果，为妻的一家必定都能受到你的庇荫。我希望你一定要坚定道心，不能让我等失望，明白了吗？娘子，娘子。八戒，所谓求不得，愿赠会，爱别离，实乃人生3苦啊！哎，他现在必是心如刀割，且让他自己静静心吧。师傅，上路了！哎呀，高僧啊，一路珍重啊！哎，高僧，快点啊！来了。一点小礼不成敬意，留在路上用。受不得啊！长老，您还是收下吧，一路上也可以留着防身之用。是啊，我们是行脚僧，玉装化饭，逢处求斋，这金银财帛不能收。长老，您还是收下吧，这一路上也可以留着防身嘛。是啊，是啊，确实不能收。那个，丈人，丈母娘，我老朱，今日随师傅去做和尚，去取经。你们在家好生的看待我娘子啊。要是我跟师傅取经不成，我还回来做你们女婿啊。哎呀，嗨，朱长老，您连这后路都想好了。兄弟，不是我多想了，你说
这经要是取不回来的话，这媳妇儿也没了，不是鸡飞蛋打了吗？八戒，咱们上路吧。老施主啊，老夫人，贫僧就告辞了。好，请。师傅，请。这件衣服给你路上穿。娘子，我老朱是个粗人，这么多年，若有对不住的地方，别记恨上。你做得很好，这3年，我过得很开心。别这样，我要开开心心地看着你走。走吧。娘子。悟空，八戒，听说前面这条河水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我们要从哪里过河呀？嗨，您老人家说的是啊，师傅，我也早听说了，说是这流沙河呀，800里，3000弱水深，是红毛飘不起，芦花定底深。嘿，像我老朱当年看守天河的时候，这天河也没这般宽呐。咱现在如果没有船只可渡的话，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啊！哎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这是啊，师傅，莫急，带徒儿先去看看啊。师傅，你看看把他给能的，你看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师傅，要不咱们先回高老庄去歇息几日啊？然后呢，然后呆子，说什么呢你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这臭呆子！师傅，师傅，我看了，这河足有700-800里宽呢。若是让我老孙过，可能扭扭屁股就过了。要是您，还真是千分难渡，万载难行啊！哎，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就看得出来有8、900里之数啊？呆子，不服你去看。师傅，你去啊！去啊你！动手！你看，哎呀，停下！八戒，你就去吧。去吧你！
师傅，那您老人家多保重啊！哪那么多废话，还不保重？悟空，好。谁让你来的呀？呆子，我看你险些被那妖怪吃了。说说，要不要你孙爷爷帮你一把啊？那谁用得着你呀？那妖怪眼看着就败了，我再跟他打个3-5回合，我就把他给擒住了。师傅，您说是吧？他这不添乱吗？师傅，您来了。师傅，徒弟们，这妖怪想必是久住在此，又善食水性。如今想擒他，怕是难呐。师傅说的有道理，那妖怪一定是深知水性。若是把他拿了，就先把您驮过去，再饶了他。切，你就吹吧你！那你那么大本事，那你下河把他抓上来，我在这儿保护师傅的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呆子，这水里的勾当我老孙不太熟悉，就算是到里边去闲逛，还得念什么避水咒，太麻烦了。你去吧，啊，你去。是，那我老朱，我当年我是总督天河，掌管8万水师，那我水性倒是不差。只怕那妖怪一家老小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涌上来，那还不把我捉了去下酒去了？嘿，我不去。贤弟，我叫你下水与他交战，但不要恋战。等你把他引上来，剩下的交给哥哥我了。那你刚才不是还吹了好一大头牛吗？啊，哦，现在又靠我老朱了啊？嘿，是不是还得靠我呀？靠你，去吧！啊，师傅，那您老人家多保重啊！
什么妖怪？快报上姓名来！我不是什么妖怪，也不是少心无名。你不是邪妖鬼怪，却怎么在此伤生害命？报上姓名！我老朱饶你不死！我乃卷帘大将，只因王母开蟠桃大会，不小心失手打破玉玻璃，被贬流沙河。过路的行人渡水的渔夫都舔了我的肚皮。虽然你看起来粗糙不好吃，我也将就塞在肚皮吧。你这妖怪，好没眼力！我老朱嫩得很。来，这儿，吃吧！来。你这早问的弼马温，你怎么就这么猴急呀？啊！你等我把他引到高处，然后你挡在河边。师傅，你看看这，啊，现在好了，你看看，躲进水里了，再也不敢上来了。他，师傅，这早问的猴子，他坏了咱们2次大事了。你还不多念几次紧箍咒？你咒他你！闭嘴吧你，呆子！师傅，您不咒他呀？啊！去！师傅放心，带我前去化邪斋饭，吃了咱们休息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我再去请他。师傅，我看咱们是上了这臭猴子的当了。哼！什么当啊？那逃出去化斋，我看他现在早就回花果山了。哼！哦，对了，还把您老人家这个紫金钵盂一块给拿去了吧？哎，哼！悟空不是这样的人。他怎么就不是这种人啊？他这又说谁坏话呢？猴哥，你回来了！我这跟师傅夸你呢，说你腿脚勤快，回来得快。猴哥，师傅，你吃吧。吃。悟空，我看咱们干脆去你化斋的那个人家，向他打听一个过河的办法，也省得与这妖怪争斗了。师傅，那人家离这远着呢，少说有5、7千里路的，他怎么知道如何过河呢？猴哥，你这又吹牛了吧？5、7千里路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那么快？我老孙的筋斗云就有10万8千里呢，随便扭扭屁股，就打个来回，这有何难？既然这样容易的话，那你就背着师傅他老人家，只要你点点头，师傅，再这么扭扭屁股，把师傅他老人家背过去不就行了？呆子，你也会驾云，你如何不驮呀？那是，
师傅他老人家是反贪肉铁，那是重祀泰山，就是我老朱，我驾着云，那我也背不住师傅他老人家，是吧，师傅？这事儿猴哥，得靠你，得靠你那个筋斗，靠我，我的筋斗也是驾云。哼，你驮不动，我如何就驮得动啊？其实要说把师傅送过河并不难，我老孙好歹是个神通，也能办得到。只是师傅要穷力一帮，否则就难脱苦海，这才寸步难行啊！哎，我和你只能尽力保他身在命在，咱们只能做到这些。就算咱们使神通带师傅到西天，到佛祖那儿也不肯把具给咱们嘛。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佛祖他老人家想诚心折腾我们是吧？说对了，这西天路上108000里，一步一难，一步一妖怪，难呐！哎，师傅，正所谓若将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呐。我相信佛祖让我们走的每一步路，都不是白走的。就好比若没有收了8戒，到了这里就真的没有半点法子了。所以面对眼前的困难，无需太恐惧，也不用着急，平常心面对吧。是师傅。哎呀！啊！师傅，你看，师傅，要不是刚才我老朱啊，你说他能赢得那么容易吗？他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，太好了，猴哥，要不是我前几次把这妖怪给打累了，你这回擒他能那么容易？好啊，都是你的功劳，行了吧？要不是你，我早降了他了。你师傅，你们有闲情在这里斗嘴，何不设法渡河？师傅说的对，走，八戒，牵马，拿行李。你看把你给能的！
强的妖怪渡我师傅过河呢。那流沙河的妖怪，乃是卷帘大将林凡，也是我劝化的善信，保护取经之人。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，他绝不与你争执，断然归顺。哎，你要是下次跟我师傅找帮手，早说嘛！我们总不能每次逢个妖怪都要自报家门一次。哎，再说碰到哪个坏心眼的，别再自投罗网了。真遇上那种妖怪，再做道理。悟空，你把他的妖气打出来，好保护你们西天取经。好。悟净，弟子参见观音菩萨。你要等的取经人在此，你还不拜见师傅？是。师傅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认得师傅，多有得罪，请师傅见谅。悟净，那个是猪八戒，那个猴头是孙悟空，都是我渡了来保护唐僧取经的。你果然愿意诚心皈依我佛吗？你看，弟子承蒙菩萨教诲，指河为姓，其法名沙悟净，岂有不从师之理？这天底下又多了个和尚。多谢师傅，师弟沙悟净参见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弟多有得罪，请两位师兄见谅。我老猪肚大能容，赋予他一般见识。呆子，来，起来吧，悟净。悟净啊，师傅。悟净，你祭禀加持，不必续烦，就把你那9个骷髅穿在一处，按9宫布列，却把这只葫芦安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条，可渡唐僧过流沙河界。是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呀、师傅，这天色已晚，今夜在哪儿歇歇？出家人餐风宿水，卧月眠霜，随处皆可安歇。哎呀，泥地上硬，夜里露水重，怎么好睡啊？师傅睡的，你还睡不得？猴哥，你走在轻上，哪知道别人累啊？这一向爬山过岭，肚里饥饿，早就饿死人了。
我看还是找个人家，一来化些茶饭，二来养养精神。呆子，你这番话是抱怨了啊？这本来嘛，饿了就要吃，累了就得睡，便是人之常情。像从前我在高老庄，行了行了，你少在这抱怨了。我劝你死了心吧你。猴哥，这我那是心疼沙师弟。你看他挑了那么重的担子走了一天了，一定是累坏了他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傻呀你！啊，帮你说话呢，怎么就木头木脑的，也不懂搭腔啊你？八戒，你进入了沙门，就该吃辛受苦，这样才做得徒弟嘛。哼，一样磕头拜师，偏偏你是徒弟，我跟沙师弟我们就是长工啊。哼，总之我老孙只管师傅好歹，你跟沙僧专管行李马匹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嘿嘿，猴哥。我们哪敢使唤您呢？您是齐天大圣啊，是不是？这心高气傲，我哪敢让你挑担子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这白龙马高大肥壮，只驮了师傅他老人家一个人，这怪可惜的。我就想吧，多放点行李，这不也算咱们兄弟情深吗？他可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，只为犯了天条，才被玉帝贬下来。给师傅做徒弟，取经折罪，这都是人自己的功劳，你抢什么呀？他是天上的龙，那龙有的是上天入地的手段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他行吗？他走得比我老猪还慢呢，哼，哪像条龙啊！真是，你想让他快是吧？好，我让他快给你看。猴子，快点，师傅！